这一集影片呢，来到久违的大阪。这一集我要利用那个大阪的共享单车，然后在大阪南部用共享单车做一个简单的小旅行。好，我们出发吧，顺便看一下整个日本的共享单车的系统到底是怎么操作。走吧，我们去找共享单车的点吧。我现在用手机啊，我们现在从那个手机那个 Bike Share 的 App， 然后来看这个点。离我们这边像蛮近的，我们走错方向，好像走错方向了，这边是南边。好，然后我去到这个有8台车的这个点，好，我们往这个方向过去。到手机的 App Store 下载 Bike Share 的 App， 选择第一次使用注册新的账号。首先选择使用的区域。使用区域之后，可以依照不同地区再进行修改。这次在大阪使用，选择进击地区的大阪，进入个人资讯填写。关于电话简讯验证，我测试了几次，台湾大哥大的手机可以收到讯号，但是会稍微 delay 一点点。中华电信的则是一切都正常。注册完成后，需要设定信用卡做支付。方案有分一次使用、一日无限制的骑乘跟月租使用。若修改方案需要时间变更，建议使用前几天先确定。在大阪当日无限骑乘的方案，也可以在 7-Eleven 或是全家购买哦。好，然后我们现在到站了。然后根据它的说明哦，它的系统有分2种，第一个是这种旧型的，跟第二个是这种是新式的。然后我们现在应该是要解锁，所以选一个旧型的好了。然后解锁的时候，我们要看上面这个有车的那个编号，我们输入编号，是 OSK01839，应该是这个才对。好，然后侦测电池电量，然后这边说明，然后它这边之后就开始计费了，然后这边要输入它的密码，它是说按 pass， 然后8662 enter， 好，然后这边锁就打开了，好，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计时了。好，我们这样子就可以使用啦。电动车的系统，我其实也是第一次骑电动车。开始准备出发到今天第一个景点。你可以看到 App 上面有开始的时间是11:02，然后就开始这是计算你使用的时间，然后它是每半个小时收一次啊。好，然后我们就准备出发吧。我们这里到大阪的筑吉大社，好，这经过这个地方还蛮大的。
该是，这边有上锁了。好，然后我刚停的这个停车场啊，它是就是算计次收费了。那一样在日本拿骑单车就还是要找到停车的位置。好，今天共享单车的第一个点，我们到那个 Shimano 的自转车博物馆。如果之前有 follow 我影片的观众，我早期其实拍了很多跟自行车相关的，比如路线介绍。Shimano 是世界数一数二自行车的制造大厂，尤其是它的变速器。那目前应该是全球可能是销量最好的变速器生产制造商。那因为博物馆里面不能摄影，只能用拍照的。那我直接用我拍到的照片来补充说明馆内里面的展出。那博物馆的展出主要分成3个楼层，然后1楼的话是比较偏向大概1800年之前的这种自行车的旧文物展览，然后2楼有包含了近代这些自行车的收藏，然后包含了现代的这些新一点的产品，然后各式的纪念车款，比如说奥运的纪念车款，或者是说一些其他有具代表性的这种自行车车款。跟目前重量很轻的一些车款的介绍，那也包含了你可以在对这个变速器的这种测试使用，也可以都玩玩看现在的电子变速跟这个油压刹车的整个手感如何。2楼的展示比较多，那它有包含了影片的介绍，从日本的自行车的演进史、发展史。那2楼另外一个很好玩的是，它有一个就是可以做自己的杂志封面，我刚刚有玩了一张照片，然后里面其实有介绍。日本的自行车从1800年开始有记录，就是开始自行车有从西方引进到日本，然后陆续发展到现今，有做了蛮大的变革的，包含近期其实已经进入到那个自动变速，然后跟这种油压刹车的系统。那因为我自己骑脚踏车，所以我们对于这些设备相关的东西，其实也稍微有一点点研究。那里面介绍包含像这个公路车车款的那个变速器的进步，一直从早期的刹变合一的那个7700、Dura S 7700跟7800系列，然后一直进步到后来的电子变速，然后进入到油压的刹车系统跟12速的变速。然后在展览的4楼就比较偏一些杂志，它有一个图书柜是专门是跟自行车相关的这些杂志跟书籍，但是4楼的展示就相对比较没有那么多。那如果你喜欢这种自行车，包含像它的历史跟这种发展的演进，那推荐你来 Shimano 的自行车博物馆来参观看看。反正天皇陵古坟，我们可以在界的这一区啊，有很多像后面这个是天皇的陵寝啊。我们如果从那个 Google 的地图上面来看，那个陵寝它是一个那种像是一个 T 字形，然后外围有这种有点像是护城河的这种设计那种。然后它的里面是不能参拜，它就有点像是这边有做一个这个鸟居，你可能要参拜的时候，就是在鸟居这边参拜，其实就 OK 了。继续朝那仁德天皇陵古坟的拜所，然后沿着这一条路走过去。好，我们继续到这个第2个天皇的古坟。这边的介绍有说啊，在仁德天皇的这个古坟，是目前日本最大的这个古坟呢。那古坟长486公尺。然后旁边有数十个这个比较小型一点的古坟在这附近。
们刚前面有讲，像那个这一带啊，天皇的古坟，它其实从那种高空俯瞰就是变成像这样子，然后是一个，那感觉是门啊，还是什么样子，还是像钟吗一样的这个结构啊。然后陵寝主要在中心这一带。那我们现在是在这个外围这个参拜点这边，然后仁德天皇它的范围是这一区最大的，这边整片都是那个古坟呢。如果你从高空看下去，就是这么多的古坟都在这边，天皇的古坟区，很大一片的这个。哦，这边这个就有介绍，之前那个时代的那个古坟群，它有讲说是采取这种，叫做什么八角坟，然后是采取上圆下方的那个形状，像这样子，然后我们从高空俯瞰下来，就会变成像这样子，上圆下方的结构，这是以前这个古代天皇这个古坟的设计啊。这边讲它这个大概是4世纪到5世纪前半，带那个盖章的本子，然后记得这个不能拿玉珠印来盖章哦。以前我一开始的时候很白痴，拿玉珠印来盖章。然后这一本是专门盖这种纪念章戳的，我们来盖个这个纪念章。这古坟的纪念章戳，看到前面的妈妈载着小朋友，就有些地方人行道或者是这个左侧的这个自行车不能骑在上面，稍微要注意一下。我们快到下一个点是那个百鸟大社，已经到这个范围了。因为我要找停车场，这里这个大鸟大社，然后记得在日本啊，脚踏车大部分你都要停在这种脚踏车的专用停车场哦。然后我们下面这个点来到后面这个大鸟大社，然后我在网络上面看啊，大鸟大社很特殊的，它一个白色的玉手，透明的玉手。那我们进去大鸟大社看一下吧。这是大鸟大社今年的会马，然后我们用大鸟大社的透明玉手，他说有一个角度，我们可以对到那个最好看到这个的地方。不过我用摄影机好像对不太清楚，大家可以来试试看。然后这就是大鸟大社最知名的透明玉手。它可以这样子对，它有找到一个最好的角度，可以这样子刚好对齐它的那个建筑的那个人线，大家可以来试试看哦。然后参拜完之后，这里是写玉珠印章的地方，我等一下去排队写玉珠印。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大鸟大社的玉珠印。这个我其实通常都是写那个最普通的啦，然后它还有就是那种1年4季不一样的那个彩色玉珠印，比较贵一点，但是大家也可以来写写看。然后光是基本款的玉珠印就有3种，那我自己是比较喜欢这种很传统式的，对，那给大家参考一下，这是大鸟大社的玉珠印。
这一段啊，就有这种专用的自行车道，那我们就这一段就是跟着这个专用的自行车道骑就好了。终于都还车的手续了，然后他说操作的流程，好，然后上锁了之后按 Enter， 那他就开始返还的流程了。然后返还之后，他这边有出现了通知，返还完成，然后看一下。我们这一次好，手续已经完成了。可以看一下记录。好，这记录有今天的，总共是2145元。好，那有一点黑了，等下到另外一边，我再把剩下的影片跟大家做一个最后的说明。那我回到那个天下茶屋站这边，然后等一下，我现在在后面这边买便当，然后在等便当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我今天在用那个日本的 Bike Share 的这个共享单车的整个使用心得跟一些感想。那我觉得其实能在日本骑脚踏车，这个真的是很放松。那包含像今天在 Shimano 博物馆有一句很不错的话，自行车是一种非常非常自由的交通工具。那我觉得包含在日本这些大街小巷穿梭，其实真的很舒服。那在使用这种共享单车的想法上面，那其实除了我使用的这个 Bike Share 的系统之外，近期好像还蛮流行的就是那个 Loop 的这一个系统。那 Loop 的系统好像在它认证相对来讲是比较方便。那不过因为 Bike Share 它的系统其实在日本的很多地方其实都可以使用，那相对来讲我觉得方便性也蛮高的。那 Bike Share 其实你可以在那个当地的全家或者 Seven， 我看它有这种一日吃到饱的方案，大概是像在大阪大概是1500多块日币。那我今天因为是测试的性质，所以我就没有用这种一日券的。那我今天的总费用大概是2100多块日币左右。好了，那这一期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按赞分享。那我们下一集影片见啦，拜拜！便当也做好了，回去吃便当啊。